我今天一定还要录一个视频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哈。黄金在11月收盘的收盘价上创出了新高啊，这是过去没有发生过的，非常令人振奋。我们就还是来分析一下这个黄金的行情。现在目前黄金已经走过了这一条关键的这个阻力线，正在继续朝这个前高去突破。那么有很多朋友就肯定很想问，就是现在黄金已经创了新高了，我们还敢不敢去追，是吧？因为前面已经有3次这样到了$2000以上，现在追进去会不会有风险啊？首先我想跟大家讲，就是作为我们投资者来说，我们不是那种日内交易的交易员啊，我们不是搞那种短平快的东西，我们是做的是长期投资。在长期投资选品种的时候怎么选？在长期投资选品种的时候，并不是看它这条 K 线已经突破了我们才会进去，我们不是用这样的方法。我们虽然说商品跟股票呢是不一样的，在做商品的时候没有估值，没有什么，我们会用技术分析去配合。可是我们入场的原因，我们说买卖逻辑要对称嘛，就是我们入场的逻辑绝对不是因为某一根 K 线突破了某一个阻力，我们入场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大家想一想，我们前面讲的是因为这一幅图，看到吗？这是商品的超级周期，对吗？我们说康波周期60年，对吧？然后是信贷周期18年，商品周期15年，房地产周期应该也是这个。我们看它怎么产生的，这个图是什么图呢？它本质上也是一个比率，也是一个套利 K 线。不明白什么是套利 K 线的，回去看我们前面的视频哈，我专门录了一期讲什么是套利 K 线。我们用长期超长周期的比率来看的是什么？看的是单一资产的性价比。资金总要去找一个地方，资金总要去向一个地方，去向地方肯定是性价比高的地方。我们看这个图呢，是商品的指数除以股票的指数，这是标普500的指数，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吗？现在已经在这个位置很长时间了。那我们说看完这个图以后，看完这个商品跟股票的比率之后，超长周期的超过50年，在这50年过去50年的范围内，就目前来说，是商品的价值性价比更高呢，还是股票性价比更高呢？很明显，对吗？当然商品了。如果这个比率往上走的话，是不是还是商品？商品跟股票相比，商品的性价比更高。我们是周期派，对吗？我们是周期派策略，不管是股市还是商品，我们始终是周期派策略。这种超长周期的周期位置低，才是我们进入商品市场的最重要的理由。这个才是做商品的逻辑，绝对不是因为某一根 K 线的技术指标达到了一个什么程度才去做。好，这是一个超长周期资产性价比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后面这一段放大来看，这是92年开始哈，前面这是1970年开始。如果从92年开始，就后面这一段哈，后面这一段来放大来看的话，这个图看到吗？它现在就是一个处于上一轮周期的这个底部位置了。在2020年的时候，其实它触了一次底啊，这个其实我们这个时候也有讲商品，那么它现在上去又下来一半，对吗？但还是位置很低。从一个超长周期的视角来看，商品跟股票的这个比率，商品依然是性价比远远高于股票的大类资产方向。所以这个才是我们去考虑做股商平衡，抛弃股债平衡的原因。我们有一期视频专门讲，就是说我们将来的策略从股债平衡到股商平衡啊，跟过去40年不一样，我们投资的配置的逻辑已经变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回去找我那个视频，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哈。它指导的是我们未来10年以上的投资的整体的框架跟思路。我们再往下看哈，如果我们把道琼斯工业指数跟黄金，就用黄金的价格来去计量道琼斯工业指数的价格的时候，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图，这也是 K 线哈。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用黄金来计价的股票指数，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股票指数，或者是就是套利 K 线。
就是一个比率，怎么理解都可以。总之呢，它就是这样算出来，还是除以算出来的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有一个25年的三角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形态哈，超长周期的一个技术形态。我们讲说，如果做技术分析的话，周期越长，它的有效性就越强，对吗？这是一个25年的三角形的一个形态。月线的形态，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里已经向下走啊，是站在那一个线上，要到三角形最尾部选择方向那一个很重要的节骨眼上了。所以说我为什么讲说我们这一代人现在目前是站在资产价格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一个时间段，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资产的表现是我们过去没有看到过的，很多资产的表现是正处在那一个突破区，那一个最关键的选择方向的位置啊。所以不管你是不是做投资，我都强烈建议你密切关注这些方向，就是我这个图的这些方向哈，我也会时刻给大家更新。那还有一点就是老朋友呢，我们还是老的习惯，如果你认为我的视频有帮助，对你有帮助，你有启发，你帮我点个赞，让我知道一下我这个内容大家是愿意听的。如果你有问题，在留言区留言，我会来给大家回复哈。好，我们继续往下看。除去道琼斯工业指数，用美国的小盘股来做啊，还是用黄金计价的小盘股，可以这样理解这个图，或者是就是一个比率的问题，就是小盘股除以黄金，小盘除以黄金，或者是我们讲就是一个套利 K 线。好，我们看这个图，这是一个长周期的趋势线，超长周期趋势线，它一旦突破了就会在下面就这样往下走很久，然后再往上走，又是一个超长周期的趋势线，一旦突破了它又会往下走，现在依然在这个节骨眼上，刚刚突破。所以目前的时间点对于我们观察资产价格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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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哈，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各类资产的走势。我们看完黄金再看银，银目前也是这样。其实呢，对我个人来说呢，这一条线是银的最大的一个阻力线，10年的一个趋势线，一旦它向上突破之后呢，基本上就确立了这个银的行情还是很有发展。那么在这个位置也有一个阻力线啊，它下一个目标就是这里啊，这是我们单纯从技术来看的话。好了，我们讲说我们做一个产品，做一个方向，绝对不是因为它一个技术性的指标突破了什么，或者是某一个指标它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看的依然是超长周期的东西，短周期的这种突破我们不能凭借它来做长期投资。那我们看220年白银的价格，当我们把它简单化之后，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白银的周期，它在每次上行的时候会有什么特点？看吗？它只要开始行情开始启动，快速非常快速，对吧？你看这里快速下来之后再往上，在快速启动之前它有一个这个整理区，调整的整理区，要做一个大型的底部，现在目前处在这里，也是突破了一点点。大家看，这是220年的白银的价格，上一次出现这个价格是2010年，然后就是现在10多年前有一次。所以我讲就是说我们这一代，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现在目前的这个点是很少见的。那么大家肯定到这里又有疑问了，你讲了黄金，我们说我们看好商品，然后商品里面当然有什么农产品啊、原油啊什么，然后我们这次讲的是贵金属哈。为什么讲贵金属？在人类历史上，不管是黄金还是白银，都是人类历史上就是很早很早以前就成为人类的货币，它是天然的货币，对吧？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如果我们想抗通胀也好，保值也好，我们说贵金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讲了黄金，讲了白银，那到底是做黄金还是做白银呢？好，我们看黄金跟白银之间的套利 K 线，也就是比率是什么样子啊？这是黄金除以白银，黄金除以白银的一个长周期的比率，这是它的一个比率的范围，这是它的中线，对吧？我们说
价值回归嘛，均值回归嘛，所以它在这区间去做，所以它本质上也是有周期哦，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有周期。我们周期派当然去做周期，从目前看，它这个周期位置是在顶部，就是金银比啊是在这个顶部哈，它有更多的动力是向下走的，对吗？不管是我们把这个套利 K 线用技术指标来分析的话，也可以看到它已经跌破了几个关键的区域。往下走，就是这个比率往下走，说明什么？白银长期会跑赢黄金，是吧？如果它往下走，下一个线就是在这个位置哈。如果我们从技术分析来看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做这个技术分析，就是买不买的问题来决定了之后，我们再往下看，用技术分析去分析的时候，会发现，如果说其实它从这里到这里已经没有什么阻力了，但如果它要是到了这里的话，按照现在黄金的价格，它的白银价格应该是$30左右，这是我们下一个目标价。那我们且走且看且观察，我也会密切关注市场，跟大家不断的分享。那么好了，我们知道为什么要投资，就买不买的问题，买，对吧？这是我的观点。怎么买？我想跟大家讲，我刚刚是讲了白银的长期的性价比是会比黄金更高，可是呢，并不代表这一周、下一周、下一个月，甚至下一年，因为这种是超长周期的，明白吗？而且白银的波动非常非常大，它比黄金的波动更大。好，我们投资一个品种，不仅要知道它的潜力，也要知道它的特性。一般情况下，白银是很少有普通投资者 hold 得住的品种，而且呢，在中国大陆的白银品种，不带杠杆的品种，它的这个跟踪白银的价格的这个能力不是很好。这个如果是老的基民应该知道，就是如果是你买白银的基金的话，它跟踪白银价格会有损耗，一年有10%左右的损耗，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当然了，就即使这样，我个人也是投了白银的，我的老的读者都知道，我是有实盘跟大家讲。但是呢，普通投资者，我想说，如果你要是做白银的话，海外很容易。如果你要是做白银的话，就是你要考虑到这个，第一是损耗的问题，第二就是说它的波动很大的问题。其实对我来说，我倒反而更建议大家，如果说你从一个你投商品，先定一个你的大概的仓位，在商品中间的话，至少一半以上你要考虑去做黄金，它的波动更小，更适合普通投资者。然后怎么入场呢？要全仓突然间买入，是不是波动太大了？就定投好了。定投是最简单就我们从一个超长周期的图上来找到了方向跟机会，买不买决定之后，如何买的话，有很多种方法。我自己认为普通投资者，普通的人就定投是最舒适的，最能睡得着觉的，最不容易失眠的方法。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好方法，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